为了测试新婚夫妇是不是真爱，伴郎们竟然将红酒倒进高跟鞋里，起哄让他们喝交杯酒。闻着里面残留的酸臭味，两人只能硬着头皮喝下去。然而刚喝完，一个醉汉就闯了进来，还大骂他们不懂规矩。我们的三把枪一定要给他看！怂姐急忙问丈夫：“送肉粽是什么意思？”阿伟说：“只是当地的某种习俗而已。”这时醉汉撞向新娘，现场瞬间一片混乱。等把他拉开，婚纱上竟莫名染上了一块血渍。怂姐去拿纸巾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远处站着个红衣女人，她正疑惑是谁，突然被丈夫阿伟打断了。原来醉汉刚刚不小心磕破脑袋，得立马送去医院治疗。由于时间太晚了，怂姐只能自己先回去。但怂姐因为是远嫁，所以对周边的环境并不熟悉，只能开着导航走。结果误打误撞，闯进了一支送煞的队伍。大家好，你们家今日上耍，不得我准。所谓送煞，又称送肉粽，是台湾当地的一种习俗。他们认为上吊自缢的人怨气极重，死后容易化身厉鬼索命。为了驱除这股怨气，当地人会举办一场送煞仪式，由鬼王钟馗开路，四大天王护法，将死者上吊用的绳子送至海口扔掉，怨气便会随海水消散于天地。什么送煞？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只是想回家。大家，一旦见你上耍队伍，不得擅自离开，一定要专程调看耍，无食。耍起护吊在心。由于怂姐不是本地人，所以根本不信这一套。她不听道长的劝告，转头就离开了现场。可没多久，怂姐就迷路了，周围还刮起了阵阵阴风，手机导航也开始出现问题。她试着把镜头对准巷口，却再次看到了那个红衣女人。小莫掠鬼无数，也差点被这个贴脸杀送走。电影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承受。不久后，怂姐迷迷糊糊醒来，人已经躺在了浴缸里。你知道吗？是人家发现你醉倒在路边，我把你扛回来的。一回来你就鬼吼鬼叫，沿路就开始脱婚纱，把自己锁在浴室说要洗澡。怂姐听后没有怀疑，以为红衣女人只是喝醉产生的幻觉。可她洗完澡出来，发现昨晚婚纱上沾染的血迹范围似乎扩大了一些，并且怎么都洗不干净，最后反而把排水口堵住了。她找来一根铁丝疏通，却从排水口掏出来一缕头发，头发上还挂着一只耳环。怂姐立刻拿去问阿伟，才得知这是他前女友的。那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分手还能怎么分啊？不就是个性不合吗？说完，阿伟还把耳环扔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怂姐把婚纱拿去干洗店，结果老板外出并没有在家。回去的路上，怂姐偶遇了昨晚的道长。你上山中途离去，触觉禁忌。你身上这煞气啊，赶紧化解。唔食带药啉着。怂姐觉得这人有大病，吓得赶紧离开。然而就在当晚，怪事就发生了。怂姐睡得正香，突然感觉有东西爬进了被窝里。她醒来后，掀开被子一看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她伸手摸了摸被子，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怂姐以为自己生病了，第二天来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医生诊断她不仅没病，还怀上了孩子。怂姐听后有些诧异，明明每次都有做安全措施，怎么会怀上呢？得知此事的阿伟非常开心，完全没意识到即将大祸临头。到了晚上，怂姐被婴儿的啼哭声惊醒，起身一看，床上竟然渗出了大片血迹。怂姐被吓得想逃离这里，可房门却怎么都打不开。而客厅的婚纱里，一双脚从里面伸了出来。不久后，阿伟回到家，发现怂姐穿着婚纱坐在镜子前，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容。老公，死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来看我？摸不着头脑的话，搭配上怂姐诡异的微笑，差点没把阿伟当场送走。好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，怂姐才恢复了意识。第二天早上，怂姐发现婚纱上的血迹越来越多，她终于意识到了不对，拿着婚纱去求道长帮忙。道长从里面找到了一只耳环。我不是丢掉了吗？怎么会在这？这个耳环是死者的遗物。那天你闯入送煞队伍，就是要送他的。道长说，上礼拜镇上来了个外地女孩，穿红衣服上吊自缢了。女孩临死前还给母亲打过电话，说死也要死在前夫家里。怂姐闻言脸色大变，难道红衣女人是阿伟的前妻？法师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可是我现在怀孕了，我不希望任何事情伤害到我跟我的小孩。道长给了她一道五雷令，还有些驱邪用的符咒，让她贴在门窗上。我开坛收煞，煞气还没收之前，凶恶异常。回家之后千万不要再出门了。很快夜幕降临，送煞队伍再度启程。这次要送的东西正是那件被染红的婚纱。与此同时，刚下班回家，怂姐开始质问他，死去的女人是不是他的前妻？阿伟见瞒不住了，只能坦白所有事情。原来他的确有个前妻，前妻不仅很爱他，还在事业上帮助了他许多。后来阿伟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便主动提出了离婚。前妻爱得无法自拔，甚至以死相逼，但阿伟去意已决，依然坚持要单飞。前妻得知阿伟找到了新欢，便选择了上吊自缢，还把葬礼和他结婚安排在了同一天。怂姐听完简直不敢相信。
信自己丈夫竟然这么渣。另一边，送煞队伍正在有序地进行着，只要将婚纱烧掉，怨气便能烟消云散。只见婚纱上的血渍开始扩散，怂姐的神情也发生了变化。不要忘了，吃的、用的都是我买的！你这个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！显然，怂姐已经被附身了。危急时刻，道长立刻开始做法，将阿飘赶出了体外。怂姐也随之倒地。阿伟赶紧将她抱到床上。随着道长的施法镇压，怂姐的表情逐渐狰狞起来，强大的怨气瞬间冲破窗户。阿伟回过头，发现窗外站着个红衣女人，他想跑，却被影子绊倒在地。紧接着，面前就出现了一双大长腿。只见前妻像搂着小 baby 一样，把他死死搂在怀里。危急时刻，道长终于点燃了婚纱。前妻发出痛苦的哀嚎。随后，怂姐赶到，用五雷令将她钉在了墙上。婚纱燃尽的那一刻，前妻的阴魂也随之消失。很快，几个月时间过去，怂姐成功生下了孩子，但两人早已分道扬镳。这次喊来阿伟，是让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经历了上次的事情，阿伟左腿就莫名有些沉重。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他多了个腿部挂件。原来前妻在上吊自缢前已经怀上了阿伟的孩子。他的怨气虽然已经解除，但父死胎中的孩子将永远伴在阿伟左右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